OK， 那么做交易到底是有什么秘密在，才可以让你可以持续的去盈利，持续的在这个市场活着，或者是让你可以考到 Perform， 然后去靠这个 Perform 给你的大资金，然后去赚取更多的收入。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有什么秘密在？为什么别人靠了1年2年的经验就做到，可是你却在这一个交易的市场里面打滚翻滚了4年还是5年？甚至是10年之久，你都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持续的盈利。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就会告诉你们，做好交易的秘密到底是什么。OK， 那么今天就直接跟大家分享，就是做好交易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啦。OK， 那么其实做交易，你们只需要去关注3个点就可以了。我会把它归类成3个大类啦。那么就是风险管理，还有一个是有用的策略，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心态管理。这3个东西，它们3个都是同等重要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三角形，这边是1，这边是2，这边是3。这3个东西它少了一个都不行哦，你必须要去3个都兼顾到，你才可以真正的去做好这个交易。所以讲，今天不是说你的风险管理很好，可是你今天你没有一个有用的策略，或者是你的心态管理不好，那么你也是没有办法去盈利的。OK， 这3个东西3个都必须要兼顾到啦。那么为什么我会把它们归类为这3个是最重要的 ？OK， 首先我们来讲风险管理。OK， 那么基本上有考过 Perform 的人，基本上知道风险管理是多么的重要啦。OK， 那么这边先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 Perform。那么 Perform 呢，就是一个资金平台，只要你达成了他们平台的考试要求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获得那个平台给你的一笔资金去做交易这样子啦。但是它并不是无条件的给你的，就是你需要去通过的考试。OK， 我们讲回来，为什么风险管理是最重要，也是我认为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呢，你可以发现到，就是如果你想要通过 Perform 的话，那么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肯定是风险管理。因为不管是哪一个 Perform 呢，它都有明确的规定说你不可以让我的资金落到多少%，一天里面不可以落到5%，然后总体不能亏10%，有些更严格，你一个单子不能亏有2%的这个 wallet margin。OK， 只是2%呢，是100%，你们2%，你们想一下，你们平时做交易，你们下的 margin 可能是10%，可能20%，甚至有时候你觉得这单一定赢，你就会下一个50%，结果输了50%，直接落到。但是其实 Perform 10%，它就会马上 cancel 掉你的考，判定你考试不及格了。所以说呢，风险管理是很重要的。OK， 那么什么是一个有用的策略？为什么我这边讲的是一个有用的策略呢？策略其实是千万种的。如果今天你做了交易 ，OK， 就算你风险管理，哇，真的是西北好，每一单就亏1%，可能甚至是0.5%，你要亏20场才可以输完。可是如果今天你的策略它本身就是不赚钱，那么就算你有再好的风险管理，你都没有用，因为你输掉这笔钱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你的策略本身它就不赚钱。所以说呢，策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这边就假设 ，OK， 你找到了一个有用的策略 ，OK， 那么第3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第3个重要的东西就是心态管理。人其实是有很多弱点的，人的心态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只要你别人讲了一点点，记你一点点，你就整个就是不行这样，哇，我要给他 fight 过这样子。同理啦，就是你在 trade 的时候，你发现到，我做的东西为什么是不正确的，你就会想要去跟市场 argue， 从而会导致你输钱。这就是心态管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风险管理。那么风险管理你需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 ？OK， 我们先来讲 Perform 的规则。Perform 的规则就是说呢，今天 Perform 假设我们考一个1万块钱的这一个资金挑战呢，它会给我们10K 嘛，对不对？它会给我们10K。那么呢，它不允许的东西是什么？你的资金不能 drop 到10%。那么10K 的10%呢，那就是1K。也就是说呢，你真正能用的资金其实是只有1K 才来用吧。那么今天你输了1K， 你的资金就会全部没有掉了。那么你今天你会怎样开单？你会用10%来开单吗？你今天如果你是用10%来开单的话呢，你开一单，只要你一输，你的考试就结束了。所以说我们是不会去用10%来作为一个开单的标准，我们肯定是用少过10%。那么我们可以用多少？我们可能用一个1%，OK。
那么我们用10K 的1%，我们用10K 的1%是多少？那么就是100，10K 的1%就是100块。那么所以说，我们每一单我们要输的金额呢，就是100块钱。假设你的account 是10K 的account，那么你输就只可以输这个100块钱，那么就可以达到你的风险管理，就是你整个资金的1%。那么这样子做呢，就代表今天你如果你要输掉这场考试，你要结束这场考试的话，你要连续输10场，你才会失败。连输10场的概率是有多小？大家应该有做 trade 都知道。那么呢，这一个事情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险管理。那么很多人其实他们就没有意识到，其实风险管理是多么重要。但是 Pro-Firm 的第一个规则就是风险管理。他们要的一个 trader 呢，是你必须要去理解你的风险管理是什么东西。今天不管是你在公司做工啊，还是你的人生，或者是说 Pro-Firm， 不管什么东西，它都会有这个风险在。那么风险管理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会的东西。可是今天你们一进到 trade 的时候，你们就会把这个东西给忘掉，因为你们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小 case。今天假设今天你拿你的本金1000块丢进去，1000块输完就输完了，你们会这样子想，所以说呢，你们就会一直把1K 丢进去，然后输完，然后又把钱丢进去，又输完，丢进去又输完，就会无限的循环这一个过程，因为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要保护你们自己的这个本金啊。OK， 那么这样子我们做到了风险管理，那么我们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得到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续命。今天你去做交易，你必须要去理解的一个事情是，假设你今天你的策略多么的好，还是说你本身很厉害 trade， 你都要知道，我们做交易玩的就是一个概率的事情。我们玩的就是高概率，我会胜，我会赢，是因为我有高概率，我有一个正期望值。就今天你保护好你自己的本金啊，就是说你可以玩10场，对吗？那么呢，你就可以去续命。你把你的本金去续命了之后，你才可以去玩更多的游戏。因为今天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我们 trader， 我们做交易，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本金，让我们可以在这一个交易市场里面继续的存活下去，继续的玩。因为呢，今天就算是你的交易策略多么的好，它终究是一个高概率的一个赢面的这个策略，因为没有策略是100%可以赢钱的。就算你今天是 algo trading， 你都有可能会有一场会输，对，所以说呢，续命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你必须保证在你真正可以赢到那笔钱之前呢，在你可以赢之前呢，你要活着。拿一个比喻来讲，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BTC 它是4年一次的牛市嘛，4年一次，对不对？可是今天这个前一个牛市过了，可是呢，我们要去 M 下一个牛市，可是你在下一个牛市来之前，你就把你的本金输完了，你没有本金了。可是你知道它一定会来，牛市一定会来，比特币一定会上100千。可是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本金了，你一点钱都没有，是渣都没有。OK， 假设你打工 ，OK 好啦，这个月出2-3千块，你拿1000丢进去。那么呢，你的本金也就只有1000块，因为你不懂得保护你自己的本金。那么在4年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一个机会之下呢，你反而会错失掉这个机会，错失掉这个赚钱的机会。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风险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保护你自己，不退出游戏。只要你今天不退出这个游戏，你永远就还有机会在这个市场上面去赚钱哦。OK。那么这一个呢，就是风险管理。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东西是有效的策略。OK， 那么有效的策略是什么意思呢 ？OK， 那么怎样才可以去定义你的策略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因为今天为什么我会把策略放在第二个？因为今天如果你的策略是一个没有用的策略的话，那么就算你今天你的交易再好的话，它也是没有用的哦。OK， 那么你要怎样去定义你的策略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呢？你们可以去看这5个项目。那么主要呢，你们可以去看盈亏比，还有这个胜率。那么要怎样用盈亏比跟胜率去定义这个策略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呢？就是你今天你必须要明白，你今天的策略，我不管你是什么策略啦。假设你今天用的是 SMC 的策略 ，OK， 我打个比喻啊。
今天你用 SMC 的策略，你没有复盘过你的策略，你以为你会了这一个 SMC， 可是其实你不会这个策略。那么呢，今天就算你再 trade 100场，它也是0的。OK， 不管你 trade 多少场，最后的结果都是0，因为你就是在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策略赚不赚钱。OK， 这是第一点，你必须要知道你的策略是不是赚钱的一个策略，它的盈亏比是怎么样的，它的胜率是多少，连败期是怎么样，进场条件是什么，必须要很明确的进场条件，还有很明确的进场时机，才可以去定义说你这个策略是一个有用的策略哦。OK， 那么怎样去看呢？很简单哦，就是今天盈亏比，你要怎样去算你自己策略的盈亏比？今天假设你有一个策略呢，假设今天你是 SMC 的策略好 ，OK， 那么今天你就要去复盘100场，然后你发现到你赢70次，输了30次，那么呢，你的胜率就是78%。那么你的胜率就是78%。那么呢，你还要去看你的盈亏比是多少。盈亏比就是说呢，假设今天你会亏100块，你做这笔交易你会亏100块，可是如果你 take profit， 你可以赚到200块，并且是每一张单子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了，你的条件必须要是一样的。你今天你条件都是一样的话，那么代表你的这个盈亏比也大概会跑不到哪里去的。所以说呢，你这样子，假设你可以用100块，每一次都赚200块，那么呢，你的盈亏比就是1比2。可以说呢，你这个策略已经是一个好的策略了，但是呢，还不够好。为什么？因为你还要去看这一个策略的这个连败期。OK， 讲连败期呢？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会特别的重要？就是说呢，我刚才讲了嘛，假设今天你的策略你可以赢70场，输30场，但是这个30场它是怎么输的？你要知道这个30场它是怎么输的？它是今天连续亏了30场，后面才连续赢了70场，它是这样子吗？还是说呢，它是赢了一点，输了一点，赢了一点，输了一点？你要知道它连败期是多少？假设今天这一个策略，它连败期是10场，它连败期是10场啊。那么呢，这一个东西你就要去倒回去算你的这一个仓位管理了。因为今天如果你知道它最多它会连败10场的话，那么你刚刚那个仓位管理你就不可以下1%的这个wallet margin。因为呢，如果今天你下了1%的wallet margin呢，可是你遇到这一个连败期，因为这个策略它一定会有这个10场的这个连败期，你遇到了的时候呢，你不用等你可以赢到这个70场，你就已经先把你的本金输完了。所以说你必须要有的东西是一个好的策略，一个有效的策略，所以你必须要去清楚了解你的策略到底是它的盈亏比是如何，胜率如何，重要的是连败期是怎么样的。那么今天不是说我今天这样子进场，可是我明天这样子进场，那么呢，这个东西它就不属于你的一个交易策略，因为你的条件不明确，你不知道你进场的时机是怎么样的，它就不是一个有效的策略。你要有一个有效的策略，你的条件时机必须要明确，你还要了解它的连败期，然后你还要看它的盈亏比跟胜率达不达标。那么要怎样看这个盈亏比跟胜率达不达标呢？ OK， 基本上58%的胜率呢，你至少要达到1比1.1，你才可以赚钱。这个是在你没有手续费的情况下，如果有加手续费的话，你可能要1比2，你的策略才是一个达标的这个策略。为什么呢 ？OK， 我算给你们看啊。OK， 为什么58%胜率的这一个策略呢，要1比1.2的这个盈亏比才算合格 ？OK，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先教你们算一下这个盈亏比是怎么来的。OK， 假设今天你有100块钱。OK， 我们先假设你的盈亏比是1比1啊，就是你会赚1块，会亏1块啊。假设你的胜率是58%，就是我今天开100张单，我会输50场，会赢50场。那么呢，我会赢50，我会输50。
那么呢，输我会输1块钱嘛，输我会输1块，我会输50块。赢我也会赢50块。那么呢，赢50输50，这边就抵消。那么呢，你最后剩下还是100块，你就没有赢钱，但是你有可能会亏钱哦。为什么？因为有点差，还有手续费。对，所以说你可能会输掉一个10块左右，你就剩下一个90块，你就会输一个18%。那么如果今天是1比2呢？如果今天是1比1.2，一样的情况，今天100块，我输我会输50块，可是今天我赢1.2，也就是说呢，50块我可以赚到60块，因为每一场我会赚1块2嘛，对不对？所以我乘50，我就会得到60块。那么今天我输我是输50，我赢我是赢60，60减50就会得到10块。那么呢，你的wallet就会变成110块，你就赚钱了。这个盈亏比就是这样来的。OK， 那么如果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策略的这个盈亏比的话，你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算你们策略的这个胜率是多少，再去看你们的这个盈亏比，然后你们再去做计算，看一下你们长久这样子 trade 下来是赢钱还是输钱的。如果今天你不知道你的策略的盈亏比跟胜率是怎么样的话，你就要去实战去输钱，你才可以知道哦，原来我 trade 了100场，在实战上面，原来我的策略是不赚钱的。这时候你再改，可是你的本金已经输了一半，你才去改，所以说我就觉得比较不值得啦。所以说你在你进入真正的市场之前，你可以先去测试你自己的这个策略到底是有没有效的啦。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心态管理。OK， 那么呢，心态管理为什么会是第3个重要的东西？因为今天刚刚讲了嘛，没有风险管理你就撑不住，你的策略不完美，你也是撑不住。那么呢，今天你前面2个都撑住了 ，OK excellent， 你可以赚到一点点钱了。心态管理不行，嘣，你还是炸。为什么 ？OK， 那么你今天你可以看回去你之前做的交易，你会发现那件事情就是。你每次输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在那边开单，你会发现到这个问题吗 ？OK， 你如果有发现到这个问题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你的心态的问题，是你的心态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刚刚我就讲到嘛，人是有弱点的，人的心态是有很大的弱点的。就是说呢，人可以讲都是讨厌输，或者是不想输，或者是说不服输。就是说呢，今天你讲我输，我就一定跟你 argue 到底。OK， 这个情况放在 trade 上面就很危险了，因为什么？因为今天你 argue 的不是人，它是市场，它是几千几百万个人共同去推动那个价格过后出来的这个result。今天你去跟市场对抗，你就是跟几百万个人对抗，所以说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赢几百万个人，对不对 ？OK， 那么为什么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开到这一笔必定会输的这个单子？就是你的心态有问题，你会发现到，当你做了这个交易的时候，他输钱了，可能输1次、输2次不要紧，你的头脑还在冷静当中。可是今天有个大行情来了，砰打下来，如果那一个单子是在你反方向的话啦，你必定会恐慌的，你会很害怕，就算你止损了，你也会很匆忙的想要去 FOMO， 因为你不想输，你想要赢。你虽然讲今天你看出来方向，可是你会去想，行情来了，我止损了，那么反方向必定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你就会去开一个反方向的单子。过后，因为你开的单子不严谨，而且行情来的特别的及时，你没有思考的时间，而且你的脑袋一股热，你就会冲下去，去做单，去止损，庄家就收割。这就是你心态的问题，因为你每次在做这个交易的时候，你并没有保持一个冷静的这个头脑去开单。就会导致到你今天你没有在跟着你自己的这个交易计划，你也没有在跟着你这个风险管理。就是你今天前面那2个做到再好，你今天第3个心态不好，你就会把前面那2个重要的东西给打乱掉，你就不再有仓位管理，你就不再有什么好的策略。这些对一股脑热的你来说都是bullshit，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在思考，你只是在赌。
所以说心态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每一次开单的时候，要去了解到为什么我会开这笔单，是不是在我的这一个交易的策略里面，是不是在我的这个仓位管理里面，是不是符合我的这个期望值，你才可以去开这笔单子啦。OK， 所以说呢，今天呢，如果你有发现到你有一个完美的策略，你复盘的时候也是赢，别人用也是赢，可是在你手里是输钱的话，那么你就要去思考一下你的这个mindset 心态，你的这个心态是不是有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哦？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你是不是没有跟着你自己的交易计划去进行了交易这样子啦。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其实是有一点点长了啦，但是呢 ，value 可以讲是真的是给完你们，因为我可以讲是，只要你懂这些东西，你有去做，你有去思考自己的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相信我，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盈利的这个 trader。OK， 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也是有这3个问题，并且我可以讲，一开始我都是千疮百孔，我的仓位管理啊不好，我的策略也不好，我的心态管理也不好。但是呢，过后我就会慢慢发现到，我慢慢改，先改仓位管理 ，OK， 仓位管理好了，输得慢了，我的策略有问题，就去改，去找到一个有用的策略去复盘，有的好了，有一个有用的策略了，过后呢，就去看我的心态，我的心态有问题，那么每一次呢，我做交易就会去先记录我做的这笔交易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我确实要做的，有没有达成我的这个策略的这一个进场条件，我才会去开单。那么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这么赚钱了的，为什么我赚钱了？你自己都不会明白为什么你突然的就赚钱了，你会诧异。但是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保持住啊，你不可以飘，因为你飘的话也是一样，回到这个心态管理，你一炸就什么都没有了。OK， 那么今天讲的东西有点多了，我们其他东西我下次会再继续分享啦。那么这一期视频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教学 video 的这个第1章啦，也是第1集，也是 Part 1啦。OK， 那么过后我也会做更多的 Part 2、Part 3去跟你们讲一下，怎样才可以去做到一个可持续盈利的这个 trader， 我会去分享怎样做到更好的仓位管理。怎样去找到一个好的策略，我会分享策略给你们，当然也会去分享这个心态要怎么样去控制住，会有什么问题，我会把我的经验考到这个 FDMO 跟这个 5% Perform Fund 靠的这一个经验，通通会给完你们哦。那么这一些视频呢，我都会放在会员群里面 ，OK， 希望你们可以从中的去学习到。然后呢，成为一个真正可以独当一面、可以达到盈利的这一个 trader 啦。OK， 我是嘉森，希望今天的 video 对你有帮助。